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努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第9集的时候，我们介绍了五灯抽奖机，是不是有人已经蠢蠢欲动，想要在伺服器中盖一个赌场大赚一笔呀？赌场怎么可以只有一种游戏呢？今天的红石百科要介绍的就是日本的一种国民休闲娱乐——博青哥 （Pachinko）。博青哥是一种玩法类似于弹珠台的博弈游戏，玩家将小钢珠射入机台，钢珠在钉子间弹跳并下落，如果进入特定的中奖洞口，就能获得更多的钢珠作为奖励。而 Minecraft 的版本呢，则是由一位名叫 Skulkercraft 的 YouTuber 所设计，有点结合了轮盘赌博的玩法。每局可以下注1颗钻石到你认为小钢珠会落进的位置，每局会落下3颗球。由于游戏的几率遵循常态分布，也就是中间的几率高，两侧的几率较小，因此当球落在2到4之间时，每颗球奖励1颗钻石，落在1、5则是奖励2颗钻石。这里的钻石只是作为代币使用，如果想换成其他的物品也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简单介绍完原理后，我们来开始建造教学咯。看着后面密密麻麻的红石线路，是不是感觉很可怕呢？其实原理并不难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是由相似的结构堆叠出来的，并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的复杂。我们先来看看这台的机器的灵魂，也就是它随机性的来源——投掷器。而后面连接的线路呢，则是可以判断投出的物品是6次堆叠还是不可堆叠，并传输讯号到对应的灯。接着我们来看看怎么建造吧。首先放一个投掷器，一个对着投掷器的漏斗，漏斗后方接一个比较器。接着这里要划分出2条线路，我们先盖主线，先定2个方块，上面放一个红石粉和一个中继器，然后调成2个 tick。接着在这里放上一个朝上的粘性活塞，再放一个可以被冲的方块在上面，接着放一个半砖，上面再放一个中继器，调成4个 tick。再来前面放3个方块来阻断2条线路互相干扰，3个方块下方各放一个红石粉，然后延伸出来再放3个，前面接一个侦测器，左边放一个红石火把，左线就完成了。接着就是右线，先在旁边放2个方块，上面一样放红石粉和中继器，但是这边不用调 tick 哦。接着在粘性活塞旁边放一个红石粉，上面盖一个方块，接着前面再2个中继器，分别是4个 tick 和1个 tick。接着前面放2个方块，向下一格再放2个方块，放上4个红石粉，前面再接一个侦测器，左边放一个红石火把，右线也完成了。接着在漏斗上放置一个堆肥桶，它的作用是让漏斗不会吸取上方的掉落物，减少对电脑的负担。这在投掷器中放入任意一个6次堆叠的物品和一个不可堆叠的物品，就全部完成了。可以在投掷器后方加一个按钮，侦测器后方放红石灯，来测试看看机器是否正常运作。接下来我们回到整台机器，从头到尾看一遍它的运作过程和原理吧。首先，接收代币的地方是一个分类机，确保不会有非代币以外的物品进入。接着，由于物品数量的改变，比较器多输出1格讯号，将投掷器的物品投到另一个里。比较器侦测到物品，输出讯号到粘性活塞，使下方的蓝色线路形成通路。而蓝色羊毛的移动触发了侦测器，让你选择那排的红石灯会亮起，同时比较器的讯号也输出到中线。接着中线也分成2个部分，一条将投入口锁起来，避免更多的代币投入，另一条接到白线。这里透过不同程度的延迟，让一个代币可以获得3颗球的机会。接着讯号延伸到机器顶部，一条线先点亮顶部一定会触发的红石灯，接着就会接到我们前面所讲的部分，这边我就不多做赘述了。这个红石火把呢，只是用来将讯号传递下去的工具。随着讯号的向下传递，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层。当球落到其中一条线路后，讯号就会传到蓝线对应的在牌上。还记得这一开始的粘性活塞形成的通路吗？如果球落到的不是你选的那一排，讯号就无法传递到投掷器，也就不会喷出奖励了。你可能会发现，最左和最右的2排蓝线上都有多一个侦测器，那是因为2旁中奖的几率相对中间较低，而侦测器侦测红石线路时，红石的亮起和熄灭会判定为2个讯号，让投掷器可以一次投出2个奖励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粉线，这里是整台机器的复位系统，这里的红石火把会让这里变成一个倒数计时装置，
同时这里的红石火把熄灭，并将粘性活塞收起，形成通路。当倒数结束后，红石火把输出讯号，讯号传出后，粘性活塞复位形成断路，让讯号不会常驻。而这个讯号分拆到2条，一条将一开始的投掷器复位，另一条将显示你投代币位置的投掷器复位。接着就可以开始下一局游戏了。这台机器虽然比之前讲的5灯抽样机来得更大更复杂，但将其结构一层一层剥开梳理后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博兴歌机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